们这是到了吗？这里就是岩雪圣城的边境村啦。但这里给人的感觉好奇怪，明明是岩雪圣城的一部分，可为什么到处都是黑黑的东西？这大概就是雨兔让我们过来的原因吧。苏珊娜，你看这些黑色的花，是不是有点眼熟？对哦，在我们刚来时遇到的那扇打不开的大门上，好像也长了同样的花。那需要我们用光源消除它们吗？这里没有必要，毕竟它们其实是除不尽的。你们看那边。我记得你说过，这些黑花是岩雪国度边境的独有现象。当时，它们也的确只出现在大门上。可照现在的情况发展下去，也许过不了多久，它就不再独属于边境了。你们觉不觉得这有点像电视里经常报道的环境污染？的确，如果死后世界与生者世界有所纠缠，那么他们此刻纠缠的程度，或许远比我们假设的更深。也就是说，世界泡之间的交集，也会因此而不断扩大。如果我们最初的假设没有本质性的错误，作为世界泡的边缘，边境村就是最有可能与死后世界发生接触的地方。说不定这会儿它就处在交集之中呢。他又回来了。刚刚是谁？谁在讲话？刚刚应该没人讲话，难道是村里人？这个边境村已经被废弃好久了，不可能会有其他人呀。所以，这是死后世界的余音。别怕，我们这么多人呢。走，往前面看看去。又来了！他们在说什么呀？我试试集中注意力。快看，他又回来了，这次还多带了一个伙伴。这位小姐可真善良啊！上次带来的月岩还没消耗完，这就又拿了一块新的。难道他就是贤者大人吗？哟，会是希儿吗？还是说贤者本人？我们这儿有叫电话的东西吗？你这就不懂了吧？电话是他们给贪食月光之兽起的名字。啊，伟大的贤者大人，您的温柔夜已吹到了这边境之地，感激不尽，感激不尽啊！贪食月光之兽，他们口中的电话，该不会是指被光源吸引的量子之海中的怪物？而且听起来，他们说的月岩和我们这儿的光岩似乎是一种东西，至少名字里都有个岩字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作为这个世界的冷笑话倒是不错。声音到这里就消失了，怎么回事？是死后世界的人离开了吗？可能，不过这种讲故事讲到一半就断了的感觉真不好。小时候妈妈为了让我早点睡觉，也喜欢这样。不过在妈妈离开房间后，我通常会闭上眼睛，在睡着前默默想象后面的故事。妈妈的睡前故事吗？
根据故事的前半部分推出属于自己的后半部分，这可是很了不得的推理能力哦。编故事怎么能和推理相提并论啦？不过，如果大家需要，我还可以继续编下去。当然需要了，你就大胆试试吧。好呀，让我想想，就比如，为了能长久地守护月亮，以及那被月光辉照着的民众，贤者大人与他的伙伴决定驯服名为电话的怪物。他们跨越生与死的边界，在许多天之后，终于抵达了电话的老巢。而月言，就是能与电话建立联系、交流情感的法宝。那贤者他们接下来要做的，就该是和电话进行一番深入交流了。没错。那个，我好像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。哎，真的吗？直到刚才，我们都下意识地认为那些对话是属于过去的余音，但苏莎娜提醒了我，故事或许并没有结束，只不过是看故事的人没有继续念下去罢了。哎，难道说他们遭遇了什么意外？不，他的意思应该是，那位他人口中的贤者，无论真身是谁，此刻还正在行动。或许正是因为一些我们还不了解的变化，让我们得以听到他们的声音。不过照这样想，刚刚的声音就不再是属于过去的余音，而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回声。考虑到回声和纠缠的特性，下一次对话多半得等上一段时间才会出现。但这种时间间隔本身也是重要的信息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真实结构。看来大家现在最需要做的，就只有耐心等待这一件事了。似乎是这样。在此期间，我也会利用自己的能力捕捉一切可疑的声响。发生过一次的事，算不得什么奇迹。是时之律者，他怎么在那边？很简单，门前应该有个台座吧？那是个简易的聚光器。哎，等等，既然你们要去村落那边，就顺便找一些光源带过来呗。我刚刚碰到这块光岩时，好像碰到了什么柔软的东西。无论如何，他们一定在想办法与我们建立联系。拜托了。看来时之律者的猜测没错，另一位希尔还有石宇绮罗，他们多半就在那个白塔所属的生者世界，那里也的确与死后世界紧密相连。看看，你们要是早信我，就不用费这么大劲儿来回折腾了。不对，我可还没忘了你留到最后才告诉我们化学成分的那件事呢。别在意之前的事了，毕竟厘清两个世界炮的构造只是工作的开始。你们的首要任务仍是尽快与另一位希尔同步信息，并和他一起找寻返回本真世界的方法。当然，这也能帮到石宇绮罗和我。问题是，我们究竟要怎么才能前往头顶的白塔？总不能坐火箭吧？不如我再抓几团鬼火问问。虽然他们记忆不全，但只要抓的数量够多，
总能拼出点有用的信息。目前也只能先这样行动起来了。是啊。那啥，石头博士，我们还有没有效率高一点的招？这取决于你们提供给我的信息。毕竟此刻的我，就如同你们接触的那些鬼魂，本身没有任何动手能力。听见没？你就别藏了，赶紧把那件事说出来吧。你之前不是在摸月岩的时候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？你就这么喜欢看别人心里在想什么？我可是好心，你有话就直说呗。诡异的事，大家见的还少吗？要是你继续在那就是希尔和那就是错觉中纠结，只怕天上的大白塔都要掉下来喽。是有这么一件事。刚来这里没多久的时候，我帮了鬼火们一个小忙。为了延续他们的存在，我把月岩嵌进了他们指定的台座。可就在我准备收手的瞬间，似乎有另一只手附上了我的手背。直觉告诉我，那就是希尔。可当我喊出他的名字后，那种奇妙的触感却瞬间消失了。希尔，发生这件事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应该也是在沙铁国度的边境地带。对了，我记得鬼火们还说过，那里是最先交融的地方。如果那是错觉，可就过于巧合了。作为两个世界炮叠加融合的产物，最先交融的地方，必然同时囊括了两个世界的边境。如果说白塔塔尖是其中最耀眼的原点，那么在水平方向上相互叠加的边境，就是一条最难察觉的基线。而无论身处原点还是基线，只要位于临界面上，就都有可能建立起某种特殊的联系。这种联系多半无法稳定，但确实不难存在。顺着这个思路，如果我们能重新进入当时发生过联系的地方，说不定就能再一次联系到希尔。不过这件事，哇，石头博士，你还挺会说的嘛，一下就给咱们指明了前路。希尔，你还记得路吧？我当然记得。那不如这就出发。你们去吧。总觉得咱俩今天走了好多路呀。你很累，累了就找个地方歇会儿吧。那倒也没有，就是感慨一下罢了。哼，倒是有点不像你啊。我来了！你说爆了！太虚之握！不堪一击。
我们走吧。就是这里。这附近的鬼火跟你很熟吗？他们好像还挺关心你的。怎么可能？和之前讲的一样，我就是去帮他们放了块月岩而已。哼，我还以为是你做了什么天大的好事呢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他们这得了点帮助，就恨不得把对方当作贤者一样侍奉的信念，也太可笑了。可我怎么记得之前好像有人乐在其中？哎，那是两回事，好吧？哎呀，罢了罢了，我懒得跟你扯。反正今天打架也打累了。可我倒是觉得他们还挺纯粹，谁对我好，我对谁好。瞧瞧，多么简单的道理。要我说，那些鬼火不过是表达好感的方式笨了点，就像你一样。烦死了，随你怎么想。行行行，喂喂，石头博士，你听见了吗？美妙的闲谈结束啦，我们已经到目的地喽。时之律者，我就在你的口袋里，一直在听。哦，差点忘了。好了，接下来具体操作的部分就交给希儿吧。时之律者，只要保证这一过程不会被其他因素干扰就好。等等，咱们的月岩呢？不需要用回之前的那一块吗？用我附身的这块月岩吧。一旦你们建立联系，我可以从中协调，让心道比之前更为稳定。如果非得用同一块月岩才能与生者世界建立有效的连接，那些靠月光维持存续的鬼火恐怕早就消散了。当然，我会希望希儿你尽可能地找回与另一位希儿共宿一体时的状态。这不是什么技术论断，但我相信你们能建立联系的概率会因此得到一些提升。我明白了。怎么，是石头博士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你就把它看成打电话好了，而你要做的也只有拨号一件事。谢谢。啥？没什么，虽然不愿承认，但我也是会紧张的。我知道这和普通的打电话不是一回事，它更像是打给城市里的任意一部公用电话，却希望特定的人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其接起。博士，我这样理解应该没错吧？你举的例子很恰当。坦诚地说，沿用本真世界的常识，它属于小概率事件，甚至零概率事件。果然是这样。在路上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对劲，你们没必要在这一点上瞒着我，我又不是那个笨蛋。得啊，算我白眼了。不过试一试也没啥损失，反正这儿有不少鬼火，失败了就执行我的2号计划呗。关键是你。我怎么了？拜托，和意识的律者搭档这么久了，你还觉得他看不出来你的小心思？不过我虽然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却完全搞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这么想。你不是凯文那样的呆瓜脑袋，希尔也不是梅博士那样的稀世天才，你俩除了性格不太一样，还能有啥区别？可你似乎总喜欢把自己放在很不起眼的地方，稍有点波折就消极的看待未来。讲真的，你是该让希尔好好教教你，该怎么健康阳光、积极向上的面对生活。嘿，没准你出师之后能像我现在这样豁达自信呢。你在胡说什么？少装啊！我说的是什么，你自己最清楚。总之，以后有事没事的时候也多出来逛逛呗。说到底，我想对你说的，总结起来也就2句话：发生过一次的事，算不得什么奇迹，更何况你就是那个曾经引发过奇迹的人。时之律者，干嘛？你能吃辣吗？哟，您这是转风向啦？谁知道呢？
发生过一次的事，算不得什么奇迹。难得听他说了些在理的。是啊，奇迹原本应该连一次都不会发生，而既然它的确发生了，你在等